大家好，立秋后要多吃丝瓜。今天用丝瓜给大家分享一个农村特色新吃法，不用炒，不用炖，上桌连汤汁都不剩，比红烧肉还要受欢迎，特别的好吃又下饭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根新鲜的丝瓜，先用削皮刀将丝瓜的外皮削掉。丝瓜皮削干净之后，再把它的头和尾切掉，然后再给它切成长段。再把每一段从中间切开，再切成4瓣，全部给它切成像这样的长条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放入大碗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几滴白醋，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浸泡一下，用手抓拌均匀。加入白醋可以防止丝瓜氧化变黑。先泡着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把粉丝，给它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温水，把粉丝浸泡20分钟左右，将粉丝泡发。下面准备3瓣大蒜，我们先给它切成片，再给它切成蒜末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准备几个小米椒，给它切成小圆圈。切好之后和蒜末放在一起，再加入1勺白芝麻增香。接着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将油烧热以后，倒入辣椒、蒜末和白芝麻爆香。下面调一下味儿，往里面加入少许食盐、1勺生抽、1勺蚝油、半勺鸡精、一点点小磨香油增香，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。哇，闻起来好香呀！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根洗干的胡萝卜，给它切成薄片。切好之后直接摆放在一个盘子里面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内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摆好之后先往一旁备用。这个时候粉丝已经泡好了，接着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粉丝清洗一遍。粉丝洗干净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入胡萝卜的盘中。接着把泡好的丝瓜给它捞出来，控干水分，然后把丝瓜均匀的摆放在粉丝上面。一定要摆得均匀一些。丝瓜全部放好之后再把调的料汁淋入丝瓜上面，然后把它放入蒸锅中，开大火蒸1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立马打开盖子。哇，丝瓜的颜色翠绿翠绿的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稍微的放凉，给它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。一道简单又美味的丝瓜蒸粉丝就制作完成了，看上去好漂亮啊！丝瓜这样做，颜值高，味道棒，连挑食的孩子都喜欢吃，真的是美味营养，好看又好吃。这样能最大程度保留丝瓜的营养不流失，汤汁喝起来也非常的鲜美。丝瓜吃起来鲜嫩又好吃，粉丝也非常的入味，加入了胡萝卜，好看又营养，上桌孩子都流口水了。用它来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，关键是家人都爱吃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立秋后要多吃西葫芦。今天用西葫芦给家人包了一大锅饺子，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。学会这做法，皮儿薄馅香，一口一个太解馋了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先来和面，大碗中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2克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先搅拌均匀，然后用180毫升的温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包饺子我们一定要先和面，这样面团醒的时间比较长一点，包出的饺子柔软又劲道，特别的好吃。搅拌成像这样的面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。
最后揉成一个平软的面团，包饺子的面软一点才好吃。然后给它盖上盖子，先往一旁醒着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洗干净的西葫芦，先给它去头去尾，再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西葫芦营养特别的丰富，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C， 尤其是钙含量比较高，常吃增强体质，提高免疫力。立秋我们要多给家人吃一些，对身体非常有好处。然后再准备一根胡萝卜，也擦成细丝，搭配一下颜色，红绿相间，好看又好吃，也更加的有营养。全部撒好之后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腌上10分钟，腌出里边的水分。10分钟后，我们的西葫芦也腌好了，用手挤干里边的水分。挤好之后放到案板上，用刀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点。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中，碗里面加入1勺花好的猪油，猪油能更好的锁住西葫芦的水分，防止在下一步的腌制过程中馅料再次出水，这样吃起来也会更香。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准备3个洗干净的香菇放到案板上，先切成丝。再切成香菇丁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根孩子们爱吃的火腿肠，先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细长条。最后切成火腿丁。切好之后和香菇丁放在一起，接下来碗中打入2个鸡蛋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散备用。起锅倒入食用油，油热之后倒入搅散的鸡蛋液，用铲子不停的翻炒，炒成鸡蛋碎儿。炒成像这样的鸡蛋碎儿，再将切好的香菇丁和火腿丁倒进来，翻炒一下。香菇和火腿被炒过之后吃起来会更香。将香菇炒至断生就可以关火了，直接倒入西葫芦馅里面。再加入1把提前切好的葱花，下面来调味，加入1勺食盐，1勺蚝油，少许的胡椒粉增香，加入1勺鸡汁提鲜，再加入1勺黄豆酱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味道真是太香了，像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取出醒好的面团，放到案板上不用揉，底部和上面都撒上点干面粉防粘，然后取出擀面杖给它擀开，擀成一个圆形的大面片，尽量擀得薄一点。最后擀成厚度大约2毫米就可以。接着再找一个瓶盖或者是一个模具，给它扣成饺子皮。然后再把边角料揭下来，再按照以上的步骤全部扣完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扣出的饺子皮大小一致，厚薄均匀，并且非常的简单又快速。全部扣好之后取一个扣好的饺子皮，上面放上刚调好的馅料，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起来。像这样一个大肚水饺就包好了，依次全部包完。锅中提前烧开水，下入包好的饺子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那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放好之后，用铲子沿着锅边轻轻的推动几下，防止粘连，开大火煮开。煮开之后打入一次凉水，
这样煮出的饺子不容易破皮，并且里边的馅料熟的也比较快。再次煮开之后看着饺子全部浮起来，像这样胖嘟嘟的，就是熟透了。现在就可以出锅了，给它盛出来，放入盘装，美味继承。像这样一道美味的西葫芦馅饺子就知道完成了。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满满的馅料，皮薄馅大，咬上一口，馅料鲜香味满，口感非常的好。里面有肉有鸡蛋有蔬菜，还有菌类，营养特别的全面，老人和孩子们吃都很好。盛上一碗饺子汤，边喝边吃，一口一个，真的是太过瘾了，好吃又解馋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